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来到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欢迎各位！哇，今天又有很多新面孔哈，让我们一一来欢迎一下他们。欢迎阿云嘎、刘雨昕，欢迎。 欢迎陈卓璇，欢迎李佳格，刘凤瑶，白小白。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说一下咱们的先声夺人环节的规则哦。我们现场会有200位观众，他们在进场之前其实已经听了各位在舞台上彩排时候的音频，进行了投票，选出他们期待值最高的2首歌，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好，一会儿我们公布啊，但公布之前呢，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还不是，哎，哥们儿，不是，你们要这样的话，没事，我们就站这儿。坐。然后呢？你说没事，你们没用。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规则，哎，对，是不是为了针对王和野？对，规则有什么用？哎，相当有用。现在是这样的，有一个规则，大家是按顺序去投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排列的呢？是根据200位观众他们投出的期待值来从高到低排列的。好，首先依然大家来猜一下，你们觉得排名前2位的音乐人或歌曲是？王源，选圆圆。必须得是王源。不能再猜我了，不能再是我了。就是任何东西吧，它讲个几率，但是按照前2期的几率的话，100%，不能再是我了。这不是个概率问题，这是个定律问题。王源应该得到他应有的尊重，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能再投我了。那这样吧，除了王源以外，再猜一个吧。皇子，夏天的风，皇子没毛病。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是我们俩，大家都这么认为。对，有没有认为是自己的？没有。哎呦，如此的谦虚啊！好的，好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了，我们马上先来公布200位观众他们期待值排名前2的，排名不分先后。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王源告五人。每个表情，故事都充满惊喜。它的旋律还挺特殊，挺活跃的，然后整个律动让我整个人心情比较好。因为这首歌之前我就很熟悉，但是他们通过全新的改编和演绎方式，让我对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期待值排在前2的另外一首歌是《从前说》，姚小棠、白小白。就是很惊讶自己怎么就上榜了。对我当然想越前越好啊，这样状态会更好一些。那首歌唱的高音很好听，那些细节我觉得处理得很好。我觉得他这个声音比较动听，代入感是很强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抉择屋。那就听王源的吧，好吧？可以。听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们听一下王源的歌。每一分每一秒每个表情，故事都充满惊喜。挺热闹。哇，太好听了吧这个呀！我们投这个吧。这个太符合我的状态了，很燃，很摇滚，赞，哎。但是选他就是要跟他近点哦。当然了，我觉得音乐就是交流嘛，对。我主要是觉得我们俩也是慢歌，就慢歌跟慢歌全部叠在一块儿，就这个吧。那我们就调剂一下这个音乐的起伏。那我们选这一组。1、2、3。
那就选他，好吧？哎，好的。从前说无惧伤害，用999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只要你在。首先，我觉得我们的这首歌曲的风格其实跟从前说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的区别非常大，所以说会看大家怎么喜欢怎么选。是的，这样是的。从前说 ，OK， 从前说直接，好吧？好。好了，各位，期待值一目了然哈。排名第一的是王源和告五人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第二位的是从前说白小白和姚小棠。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揭晓，看看选择王源和告五人这一组，也就是 A 竞赛单元，到底有几组音乐合伙人？3、2、1，哇！4组全部在这里哈，一共有5组音乐合伙人要争1首待定金曲。我觉得肯定是有压力的，因为，不知道大家是觉得我们好欺负，还是想遇强则强，跟我们碰一碰。但是，超过半数的歌都选了我们还是很有危机感的。所以选择白小白和姚小棠从前说一组。呀！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有请我们期待值排名前2的2组音乐合伙人来到我身边，来，请领取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接受挑战，我们舞台上见。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大家好，我是陈奂，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接下来，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我们剑音团的声乐教练小菊老师，欢迎您 ，Welcome。首先有请我们的第1组竞演音乐合伙人王源、告五人，加油！哇！这次我们选的这首歌，我们都蛮熟的。对，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首歌是当时5月天在鸟巢开演唱会，我去有他们一起在舞台上合唱的。5月天是我们的师兄，然后能够跟你一起合唱这首歌，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有趣。命运的安排。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主题，就在于相遇。她是我的高中的学妹，我跟她相遇是在公车上。对。然后我们就在聊就学长学妹嘛，就聊音乐，聊学校。然后谦哥就是我们都知道他很会打鼓，然后他的名声就传开来，名声在外。对。对。第一次见面，然后第一次有这样子的回忆，那个回忆就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然后当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会翻出来那个回忆，对，翻出来那个回忆，然后我们就可以聊那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最近怎么样。这种感觉其实蛮奇特的。若干年之后再想起来，就是那句歌词：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就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个相遇是跟音乐，因为从小时候其实就有了机会来唱歌，然后到后面，自己努力的去学，努力的去唱，然后因为跟音乐相遇了之后，才会跟现在的自己相遇，跟比如喜欢我的歌迷相遇，来天赐跟这帮音乐合伙人相遇，相遇是开心的事情，所以说这首歌我就是纯把它当做一个开心的歌来唱的，大家不由自主的都会跳起来。希望在舞台上能够更多的去传达这种快乐。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
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问着自己。谁不曾找寻，谁不曾怀疑，茫茫人生奔向何地？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从此后从人生重新定义，从我故事里苏醒。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你又会在哪里？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人间又如何运行？山上的脱皮，意外的雪景，与你相依的四季。苍狗有白云，身旁有了你，匆匆轮回，又有何惧？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每一分每一秒，每个表情，故事都充满惊喜。某次呼吸，我们终将再分离。而我的自传里曾经有你，没有遗憾的诗句。诗句里充满感激。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你们是微博网友投出的最想听到的合作组合。我觉得这不仅是微博网友的期待，我觉得也是我们相互的期待吧。没错。虽然说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以前我也很喜欢告五人的歌，包括我也有幸翻唱过，像披星戴月的想你，还有很多作品，像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然后诸如此类的很多。我要说，今天我能把歌单给大家拉一遍啊。对。其实说到刚才你们演唱的有歌《相遇》哈，王源，我记得你好像唱了不止一次吧，在舞台上。对，其实之前有机会唱过，在每一个舞台上唱的感觉都不一样。有一个我很想要唱这首歌点，是因为这一季是我第一次来天赐，然后跟大家陪伴了11期，我也想感谢跟音乐的相遇，跟天赐的相遇，所以说想把这首歌留到棚里最后一期的天赐的舞台上。谢谢你这么用心。最近有一个理解，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跟很多可能不认识的朋友早就相遇过了。因为我们是歌手，我们可以输出作品，可能我们也受到他们的鼓舞，他们也接受到我们的鼓励。虽然说素未谋面，但我觉得能够互相获得对方的精神力量，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相遇。我觉得告五人，我们3个本身就是一种相遇的。我10几年前在写这些歌的时候，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碰到全金跟健哥，然后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再跟着王源一起合唱这些歌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一直去想着，要成就未来一个相遇，就要现在好好选择。对，我们3个相遇在一起，其实就非常的难得，因为其实我们3个志向都不一样，然后没想到我们居然可以拉在一起，组了一个乐团，然后这个乐团还变成了我们的志业，很珍惜彼此。对，自己比较有感受的是，很感谢自己过去还没有遇到云安全金组告五人的时候，对于每一件事情，对于每一件细节，我都很努力。然后遇到他们的时候，刚好可以发光，让我觉得可以很珍惜，然后也要继续好好走下去的一个动力。当
这句歌词“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对生活不同角度的思考。我觉得不光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吧，我觉得还是对生命的一种生命力的一种延续。老师们唱到副歌的时候，然后突然接到清唱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句是让我蛮感动的。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这种情绪的递进跟层次的变化，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表演。谢谢。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进来的非常的干脆，而且鱼儿第一声声音出来的时候，又是稳稳的低音区，在低音区的部分，它的音色尤其好听。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首歌的时候，总是想要把它做得怎么样精彩，怎么样复杂，怎么样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放进去。但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最适合它的，就是这样简单干脆。我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作为今天的开场，我觉得整个氛围都很棒，开心。谢谢，简单即美好。如果你此刻被这首歌感动、打动的话，请你畅所欲言，来踊跃举手，有请。大家好，我是小明。可能你们听我声音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我是婴幼儿的时候被血症神经性耳聋，我转耳机重度100分贝就完全听不到。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但是音乐对我来说就是奢侈品。然后我是怎么听歌的？比如说，告五人姐姐的歌，然后我会去用音响摸着那个震动，然后把他们乐队的视频给放大，滴着他们的唇语、口型去唱披荆戴月的想你。想你的歌我大概是700-800遍，然后非常感谢刚才告五人跟王源。展现的这首歌让我想到了我在就是过去人生的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人，给我了很大的能量，就是非常感谢这个舞台给我发言的机会，谢谢。你听了很多遍叫披星戴月的想你。是的，啊。我们可以邀请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天赐的声音吗？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你是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们可以冲过去跟他嗨个 five 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非常感动，谢谢。邀请我们现场每一位观众朋友用你最大的力气鼓掌，让小明听到我们对他的支持。我这快哭了。这首歌其实唱给很多现在快要高考的同学，或者准备高考完，因为对于很多高中生而言，他们现在的所有相遇，身边的所有好朋友，可能就会在高考之后，可能就真的一辈子都见不着，这种离别也是蛮伤感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因为告五人的风格跟词，然后再加上你的音色处理的话，它会让这首歌赋予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能量，它会影响更多人。希望大家在毕业的唱 K 的时候，可以想起这首歌，可以一起唱唱看，我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很感动，我说不清那个感动来源于什么，但是就是在副歌响起的一刹那，我就是觉得有点眼眶噙泪的那个感觉哈。然后今天能看到王源在这个台上，有点主人的感觉了，就是左右环顾，照顾刚来这个舞台的这个好朋友。现在你不但能顾自己，还能顾到整个舞台，其实也是这个成熟的一部分哈。谢谢好了。然后关于这个作品，我想说，其实我特别害怕这个编曲会编得很重很大。但并没有，
这个作品其实编得很克制，还是让我们把更多的想象空间留在这个作品当中，反倒是让我感到你们的真诚。这个作品是我今天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谢谢。谢谢郝亮老师，谢谢。两组音乐人今天唱得非常好。其实这首歌更多的表现的是你们的所有的情感对于台上音乐人作用，所以这首歌你们唱得很真诚，我觉得他们也能感觉到这样的这种热情。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作用永远是相互的，你们能感觉到他们，他们也能够感觉到你们，所以这首歌放在第11期我们棚里面的最后一次录制，我觉得非常好，唱得很好。谢谢梁老师，谢谢。好，再次谢谢，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这个真诚的舞台的每一位，送给王源，送给告五人，多走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音乐合伙人阿云嘎、刘雨昕，加油！一首好歌，一口美味，老板研系厨房，享受松弛一刻，慢下来，遇见新灵感。来聊一聊这一次的创作吧。好，这次也是和刘雨昕的一首《夏天的风》，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吗？准确的讲的话，我们是第一次合作。那这一次这个《夏天的风》这首歌会有一些改动吗？改动还是蛮大的，因为它这首歌比较平嘛，然后呢得让它怎么样能够有层次。对。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第一次听到《夏天的风》，感觉是在海边，然后大家刚好走过那里，然后夏天的风吹过来，然后再有一个感觉就是刚好到毕业季，然后大家有一种淡淡的离别，加上淡淡的忧伤，交织在一起。你有没有什么夏天的回忆？就是你可能会在那一瞬间，你会想到那个夏天，情窦初开，跟自己的爱人吹着海风，或者是在草原上一起骑着马。那种轰轰烈烈的热恋，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段岁月，是我们人生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回味的，因为是青春时期，在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是特别美好。我自己回想，我很多重要的记忆也确实都留在了夏天，然后每一年都有，全年来说非常重要的舞台也好，一些重要的时刻也好。可能很多的回忆留在了那个夏天，但是这个夏天又有新的一些不同的纪念，比如说这个舞台。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两个人一起散着步。你觉得调低吗？我是对我来说有点高。你是高啊？我是高，但如果你觉得低，我们可以试试。我觉得彩排时间确实比较短的，不是特别顺利。刘雨昕是一个唱跳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阿云嘎又是一个音乐剧演员，两个不是 R&B 的歌手唱一首 R&B 的歌，可能是有点困难的。5、4、3、2。在彩排了几十遍之后，最后做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调整。我跟嘎哥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台下去练习。我的脸也轻轻依着你胸口，夏天的风穿过吹过，直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我昨天练到凌晨3点。其实我已经不唱这种类型的歌已经很久了，再去捡起来，希望在这个夏天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每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我们一起加油吧！7月的风蓝蓝的，连云都变热热
的，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雨后雨下过。气温当时那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为什么你不在？问山峰你会回来？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我有一种听到音乐剧的感觉。这首歌感觉好像跟你们以往的作品、自己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对吧？完全不一样。对，这一次在编曲上面没有特别多的调整，但是在 key 上面我们俩的那个就是我舒服了你不舒服，你舒服了我不舒服。我是近10几年应该是没怎么尝试在这样的舞台一起完成这样的作品。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唱过 R&B 的风格了，所以会有一些生疏。这个歌因为是比较平的，然后呢编的其实层次特别好。哎，我当时听的时候，我们俩觉得还信心满满的，觉得哎呀，这歌应该能唱的还挺温情的。昨天一来，俩人就车祸现场，就我低，然后他高。然后我们就整体调整，我们昨天唱了差不多有30遍到40遍，那个歌词就把他的唱段、我的唱段，我们就来回轮着换，怎么舒服。然后最终呢，我们找到了一个彼此舒适的一个音色，对音区，很感谢谢雨欣的包容，谢谢感动，谢谢。
大家知道阿云嘎本身是专注在这个音乐剧的领域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邀请阿云嘎嘎哥给我们来一段美声剧场版的《夏天的风》？哎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今天看到各位的歌单的时候，我说我最期待的就是雨欣跟嘎子的这首歌曲。这首歌他们会表达是什么样子，我真的是根本没有想到。但是今天现场来说，首先我觉得雨欣的把这个歌曲的定调它是稳住的，然后稳住了之后，嘎子他才能够突破他的一个声线，自己慢慢的在做尝试。其实你们俩的声音在一起的话，对唱的话就是要突破自己的传统的这种极限，有时候就是可以1+1大于3，产生很多的化学效应。所以我今天听了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温暖，很开心的，好听。谢谢谢谢。刚刚这个舞台给我整个感觉就是2个很要好的朋友在互相跟对方说，我今年的夏天过得怎么样？然后对方说，哎呦不错哦，就这种。然后我觉得嘎子哥，因为他是中国顶级的音乐剧演员，他刚刚那个转调，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能这么转，而且特别精准的找到那个音准，特别厉害。谢谢。对对对对。首先，我觉得2位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都很强。阿云嘎的这个现场，我就听过很多回了。首先唱的时候，哎，我觉得就代入感很强。然后这个雨欣的这个比较慵懒的酷酷的声音一出来之后，我觉得就2个人的这个歌，我觉得选择怎么就那么搭？我觉得这几10遍也不白练。所以这首歌曲特别适合于循环播放。Ayunga, you handsome man. I am blown away becaus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perhaps I've been exposed to your more classical or theatrical inspired stages. And I just want to share with everybody that the muscle memory and toolkit involved with each of these genres, more theatrical, classical versus more R&B pop,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oolkits, different shapes, different vowels, different vibrato, different everything. And it is extremely rare to see a singer shift gears this flawlessly. 其实 R&B 的转变啊，它应该是从歌剧的花腔啊，慢慢我觉得演变的可能性比较大。R&B 其实服务于一个作品的一种情感表达，对。一首歌里边技术盖过了情感的话，我认为这是失败的。但是呢，这个技术呢，让人听不出来。细琢磨里边，哇，有很多很多小巧妙的设计，那个情感是真挚流动起来的。对，谢谢阿云嘎哈。谢谢。其实2位歌手选唱这首歌对我来讲的话是蛮大的惊喜，因为在我的既定印象当中，刘雨欣应该还是唱那种唱调为主的作品哈。那这个大家都是以 R&B 为主，她肯定是要降速来唱，整个她那个状态都要降下来唱。就原来一直以为其实刘雨欣是一个有标签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她的舞台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但你并没有用自己最擅长的这种武器来上这个舞台，就是你对音乐是有企图和野心的。所以对今天你这个表现，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值得肯定哈。谢谢。就很多人都说，为什么阿云嘎会选择唱 R&B 啊？他必须要去触类旁通，他必须要去了解，必须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好。所以我觉得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一定要感谢嘎子来做一个这么大胆的一个尝试。谢谢嘎子。有些时候在音乐剧的世界里，时间太久了之后，会有一些迷茫。对，在自己的这个一帮志同道合的创作人员已经很开心、很快乐，因为热爱着。但是呢，我们是服务于谁呢？当然服务于大众。我得在这样的舞台当中知道，现在
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是收获满满。我一会儿还得要多听一听哪些歌曲能够回去给我一些灵感的迸发。对，我今天收获就是最大，就是跟嘎哥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我也向嘎哥学习。我知道在某一个领域要一直去深耕，然后还要一直往前冲的这种心情是特别艰难的，所以这一点我就是很敬佩嘎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真的能够听到来自中国的民族音乐也好，传统音乐也好，包括嘎哥的音乐剧也好，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中国的音乐。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刘雨昕，送给阿云嘎，谢谢二位，落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音乐合伙人张靓颖、陈冰。这次合作这首歌叫《曾经你说》。在我听来的话，它就是一个被背叛，然后有一些承诺没有兑现，然后有一些感情没有办法再延续，无法挽留，它可能是一个带着遗憾的一段情感。其实这首歌她挺委屈的，这个女孩，因为她是被撕毁的承诺，会有很多不甘心，就为什么是不是这个状态？我觉得在被撕毁的那一瞬间，我一定是会崩溃的，但是我还是会依然选择相信这个世界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曾经你说，这首歌，我觉得它就像我把心里的一个触动的、很伤感的一个忍了很久的故事，终于说出来了。所以你怎么样把故事讲得有打动性，我觉得是多过于给这首歌多少的改动。唱一下啊，好。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听起来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委屈。你的看星空看日落必须带着失落感。你说那的风那雨多都不见你的深情。单个的字与字之间就是比较断开。陈冰。大家都知道他唱的歌基本上都是那种摇滚啊，比较他弱得下来嘛。他唱这样作品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适配感？我觉得变量是在陈冰身上。姐姐在歌曲的诠释的方面其实是有非常庞大的经验，所以说其实我从她这里吸取了很多的一些情绪，用声音让观众知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歌可能我更像一个备受打击还在情绪当中的一个女孩，姐姐更像一个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之后成熟的一个女性，我们两个跟对方在说一些想说的话，这样的感觉。你的心里不再有我，从幸福到落寞，预想不到的结果。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世界，想不通对错。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信以为真，一句句刻在我心头，换来忘不掉的痛。
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信以为真，一句句卡在我心头，换来了忘不掉的痛。曾经你说那晚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信以为真，一句句卡在我心头，换来了忘不掉的痛。曾经你说那晚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可最后你还是要走。赏心悦目，好听啊！其实我会觉得，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感情上面的失约、背叛，所以到这种情景下，我们俩在这首歌里面的角色就是两个正在伤心的和已经伤过一段时间、已经接受现实的两个角色吧。我在诠释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部分像是代表了很多曾经有过伤心的这种人的一些喃的这种声音，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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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我可能就更多的是正在经历不甘心的那个阶段，正在为什么？对 ，Tell me why， 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二位在天赐的舞台上第一次合作哈。对，我学到超多东西的。哦，学到了。对，因为姐姐就是在上小课，给我上小课。分享一些经验。对，这个歌曲其实更多的是语气语态上面的一些，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委屈啊，我们的一些破碎感啊。我一进棚的时候，我那个状态是这样的。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对，就很看星空看日落好开心，再见吧那种感觉。然后姐姐跟我说：“哎，不行，你得破碎一些。这个其实……”所以我说：“你想想，你挺委屈的，他失信了，然后以前说的甜言蜜语全部都无法兑现了，你正很难过，你想象一下。”好，然后我的想就是，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2首歌，所以小课是有用的。我感受到的其实有一点点像那种人在经历各种状态下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冲突感，就是可能一个小天使一个小恶魔，他们之间的那种交流跟对话，时而你会觉得想要责怪他，但是到最后又会有一种无力感，然后最后全部责怪到自己头上，那种痛非常的难从里面抽离出来，尤其是在第一遍副歌进鼓之后，整个的那种声音的融合度极高。
静。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甚至在中间已经听不出来他们哪边谁是谁的声部了，就像是一个人在给我们讲述着不一样角度的故事，但是情感我们接收的很直接，非常厉害，很喜欢这首歌，谢谢谢谢。谢谢华子。二位的表演真的很精彩，很精彩，层次丰满。关键陈老师的歌声啊，他在转 K 最高的部分还能够收着去唱这个高音，因为人声在最高的一个频率的时候，很难能够往里收着唱，它很容易把主音吃掉。但是在这里边能看到非常优秀的歌者，把这样的质感的声音能够收着去演唱。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感谢。谢谢嘎子哥。我其实想说，我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我上一次听到陈老师唱歌，应该也是在浙江卫视的舞台上。我们俩已经出道11年，认识11年。但今天我特别感动，因为冰冰的声音一直都是有穿透力、很有棱角的声音，但她的声音在这个，就像嘎子哥说，她在高音部分的时候是收着唱的，她就又柔软下来了。其实，然后我看到亮英姐，她声音是浑厚的，包容度是非常大的。你能真的把冰冰这首歌，让她从她自己的习惯里面抽离出来，变成另外一个冰冰，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当然也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恭喜张靓颖巡演要开始啦！看一下，开心。哇，所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吧？谢谢大家。我新一轮的巡演叫《追》，我其实在去年就想好这一个主题了。对我来讲的话，我这出道20年了，我也是不断的想要追逐更好的自己，也是一路往前走，一路在思考到底要追些什么，到底要怎么样追。我想在这一轮巡演里面会有我的答案，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和我一起追寻，不管是彼此还是自我。谢谢。来。第一场是7月5号从深圳开始，谢谢。刚好亮英姐说到7月5号，刚好我的演唱会也是7月5号，在上海，到时候互相空中连接一下。连接一下。I thought your voices worked really well togeth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intaining each of your individuality. Jane, as a vocal diva,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lovely to hear the bottom of your range. And I think that I want to just share with people that maintaining resonance and thickness and control while performing what is essentially vocal agility when you're near the bottom of your range shows a lot of skill and is also really delightful to listen to. And I think being willing to dig into the bottom of your voice when you are so capable through the myriad of your range, I think is a beautiful choice. So, bravo to both. Thank you. 这个舞台是陈冰的第5个舞台了吧？其实也是我在这一季天赐里面看到你最好的舞台。我觉得这个舞台可能至少有1半的功劳要给亮颖。是的，因为这是一个我们至少在这一季的节目里面看不到的你的一面，也是你自己的作品里面很缺少的一面。其实这个歌完全不在你的舒适区里面，你总唱那种很大的这样的歌，但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女歌手来讲，去唱这种很细腻的、很柔软的情歌，几乎是一个必备的技能。所以我觉得亮颖真的是一个很会教的人。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竞技的舞台，但是其实对于音乐来说，合作一种最好的方式是每个人都能从合作里面获得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天赐的这个我们讲励志综艺一个非常励志的部分。是这期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谢谢姐姐。因为我觉得合作就是一种要双赢，一定要2个人都很开心、很舒服，然后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都能觉得说是充满期待感的。
来天赐的声音，每一次和不同的嘉宾合作的时候，我都能抓到很多新鲜的信息，然后可以让这个舞台上我自己也充满新鲜感和期待，所以我们都值得。加把掌声送给亮颖，送给陈斌，谢谢二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的音乐合伙人，欢迎王鹤野、陈卓璇，加油！在常规舞台收官的这一次，动手改了自己的歌，然后也希望借助这个舞台，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这首歌。我们爱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因为他就要分了？在这个舞台，我比较想让我自己的制作获得一次认可。我觉得在音乐上，我要对自己有更多的严格的要求。这一次想给大家表现的，其实是一个比较立体的王鹤野。再次来到天赐，觉得比上次轻松了许多，变得从容了一些。这次呢，不太一样的是跟自己很熟悉的朋友一起，我们爱了这么多年这首歌，在这个歌的歌词里是嘴硬说着非常多的谎话的。希望我的爱人能有新的爱人，有对他更好的人，但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希望。就祝福你能快乐，遇到的更好的。这首歌里边每一句话其实都是非常诉说性的，讲的其实就是有遗憾和不甘。所以我在唱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要把每一个字都真的唱在那个情感中。遇到的更好的爱人，能为你抹眼泪，包容你喜欢美。这一次舞台叫卓璇去弹琴，我觉得他演奏的时候是特别有魅力的，而且整个歌的 A、B 段，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在唱。那我觉得他在弹钢琴，其实他也在用一种音乐形式跟我交流。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会更走心一点。在台上弹钢琴，非常符合这一首歌的一种氛围，而且希望带给大家更新颖的视觉上和听觉上的冲击嘛。天生好水，敬天赐好声。我们爱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因为他就要分了？是不是爱过太久了，更深刻，更容易变陌生？你留的长发是为了我们约定好的最后。手捧的鲜花，好像装不下关于我们的结果。那就祝福你能快乐，遇到的更好的爱人，能为你抹眼泪，包容你喜或悲，为你一切都无所谓，你不懂你给的快乐，唯一的精确的爱人。或许你有点累，保护我喜或悲，好似我们都没爱过谁，是因为我们都很惭愧。
不是爱过太久了，更深刻，更容易变陌生。我的长发是为了我们约定好的，最后说过的鲜花，好像会在属于我们的结果。那就祝福你了，祝福你快乐，遇到的更好的爱人，能为你不自卑，包容你喜或悲，为你一切都无所谓。你不懂你给的快乐，唯一的坚决的爱人。或许你有点累，保护我喜或悲，好似我们都没爱过谁，是因为我们都很惭愧。那就祝福你了，快乐，遇到的更好的爱人，能为你不自卑，包容你喜或悲，为你一切都无所谓。你不懂你给的快乐，唯一的坚决的爱人。或许你有点累，保护我喜或悲，好似我们都没爱过谁，是因为我们都很惭愧。哎呀，好浪漫呀！我有点听进去了，刚才。看到最后贺野唱完以后，依然还在情绪当中啊，是不是太投入了？其实，我觉得这种情绪就是音乐带给我的，就是我下午在彩排的时候，比现在要严重的很多。都很惭愧。不行了，不能唱了。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会这样不淡定的唱一首歌。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被音乐踩中了那个按键。对，我觉得就是这样。这首歌是专辑里面唯一一首合作的歌曲，然后找到了卓璇帮我演唱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它能记录青涩的我，能记录莽撞的我，可能以后的我会变得越来越圆滑，越来越成熟，可能找不到以前那种为爱痴狂的那种状态了。所以这首歌对我意义还蛮深的。这首歌在我自己的解读是有点嘴硬，去说我希望你找一个更好的爱人，希望你过得更快乐，但其实是放不下的。然后我就看着他这个角色，可能就跟我们之前演绎的版本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包括他的 MV 里的呈现模式也会不一样，所以每一个版本都会给大家不同的新意。是。刚刚贺野在唱歌的时候，然后就想到上一次我们合作的时候，他就说：“姐啊，你会哭吗？”然后我说：“哦，我会哭啊。”他说：“我也很爱哭，挺能哭的。”他就说：“哦，其实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然后再看他唱这一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放了很多很多的真感情在
这些歌里面，不管是开心的歌也好，或者是悲伤的歌也好，鹤野其实是非常投入自己内心的某一个很私密的自己，在这些歌上面，非常非常的用心。听完这首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说情歌是王鹤野野歌的统治区了。因为我觉得情歌就是第一个字是情。当野歌唱起情歌的时候，他是把他的声乐技巧和感情100%的投入到里面。就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可太精准了。然后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听陈卓璇老师的现场，我感觉这首歌应该很难有人比你们2个唱得更好了。哇，确实我超级喜欢，我完全 get 到了。谢谢。2位的演唱，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共鸣，它有婉转的东西又在里面，然后又可以让你马上能 get 到那个酸的那个点。然后刚刚那个舞台，我觉得整个演唱的设计我也很喜欢。是前面的时候鹤野进来，然后卓璇在一个不经意间和声就进来了。那就祝福你能快乐，遇到的更好的爱人。觉得也是非常美的，而且整个歌曲好像一直都没有打击乐的进入嘛，就一直都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状态，把情绪推到了极点，特别棒。鹤野非常喜欢研究鼓，喜欢所有的一些律动的东西，而这首歌他没有用哪怕一下子所有的打击乐，全程就是靠那些非常有力、非常有故事线条的钢琴跟弦乐去完成。我很喜欢鹤野在唯一的紧缺的爱人那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大题的一弓跟鹤野的人声是同时出的，我觉得那个地方设计特别巧妙。唯一的紧缺的爱人，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一弓其他多余的弦乐出来，我觉得那个太棒了，非常向内去窝着自己那个劲儿的感觉，但其实那个才是他的内心，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鹤野非常有魅力，喜欢。I think that you two are piano Cinderella and her Prince Charming.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with the song. I will be honest, I of course do not understand all of the lyrics, but I felt the love, the loss, the longing. This was an excellent display of full body performance, full body vocals. So bravo to both. 恭喜2位完成了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舞台。然后卓璇也是这一代，我觉得小花来讲唱得非常棒的。今天这个舞台，其实按理来讲，你应该展示自己，要往出给，但你没有，你为了这个作品也做了很多牺牲，我都看得到，非常好。谢谢老师。我想着重说一下鹤野啊，其实一个艺人来讲的话，代表作非常重要。那我不希望他未来所有的代表作都是往大风吹这个方向去发力，而是要找寻自己的一个状态。作为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你是有这个品质、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今天看到鹤野的一步一步的变化，包括到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何止做到了，做得非常好，加油！野子，我也跟你说2句。我看着你这么多年的成长，其实我很感动。其实我们第一次在听《大风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往回看华乐坛，有很多歌手可能这一辈子的代表作就是一首，然后他就消失了。但是你没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这个过程会有很多的波折，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音乐有一部分是属于天赋的，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最让我感觉到好的东西是属于努力的那部分。从在舞台上羞涩，然后一直到你去尝试自己创作，然后看着你学跳舞，看着你自己制作一张专辑。其实对于每个歌手都一样，我们有幸在天赐这个舞台上见证这么多歌手的成长，从华乐坛新人逐渐走向华乐坛的中坚力量。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听到这个舞台真的是很感动，很好。
谢谢，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2位，送给卓璇，送给贺野。2位刚刚的表演真的是好震撼呀，我看着都觉得爽爆了。如果舞台有一个爽值，我希望是没有上限的。听说呢，雨欣最近也是开启了仙纳度全国巡演，演唱会呢也是完成了从1.0跨越去2.0的升级。除了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人的升级，还一直都是在做民族非遗文化的传承和融合哈。在赶去仙纳度2.0的路上，会有一些新的设计升级，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玩得尽兴。雨欣这种感受我真的特别懂，追求音乐的梦想不会有尽头。就像这瓶雪碧，每一次尝试都特别的爽。那为了这个爽，一起来瓶雪碧，酷爽舞台，一起加油！那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的天赐一直被称为是金曲制造机，所以这期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哪位幸运粉丝被抽到了，唱的什么歌呢？你唱的。不愿万里入心门，你手肯。哇，好好听的和声啊！我觉得真的是造型也很好看，唱的也很好听。这首歌，谢谢。当然了，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100万赞金曲之一，所以每一种声音都是天赐先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A 竞赛单元的最后一组竞演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欢迎王铮亮、李佳格，加油！佳哥，哎，你怎么这么有精神？一天看你忙过来忙过去的，一点都不累。我有充电宝呀，就是这个东阳光全新系列，东阳光补给采用 FD 宇航冻干技术。保留更多的冬虫夏草里面的营养成分，夏天消耗大，这种温和滋养不上火的补充刚刚好。不管是活动间隙还是在家，都能随时补充能量。这可太实用了！你看这个礼盒设计的非常好，送人的话非常的合适，那我也赶紧的安排上。李佳格是一个其实还挺奇特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奇特在哪儿呢？就是一段时间见到他，一段时间见不到他。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回想起来，上一次见他还是他唱了胡彦斌的一首歌。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我觉得李佳格他的嗓音啊，他的演唱能力其实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觉得他跟王铮亮合作舞台，变量还是在李佳格，因为说实话，不知道他能在这个舞台上表现怎么样，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舞台，因为毕竟太久没见过他。终于跟佳格一起来，我们来合作了。我为了这个节目根本就没直播，我已经4天没有直播了，因为我嗓音状态不是很稳定。这次咱们的这首歌，也是比较充满力量，是个摇滚。这首歌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对情感的不舍，体会到这种爱撕心裂肺的爱的感觉吧。对，我觉得我们曾经都会有过为爱疯狂的举动，就类似于歌里面唱的什么谁的爱不疯，谁的爱不疯，不配谈爱过，不配谈爱过，谁都疯过。那你现在有没有就是对于你来说赴汤蹈火的事情？其实好像爱情也不是不赴汤蹈火，只是个趋于理性了，就你成熟了嘛人。那现在想想，好像如果让我非要做的事，可能就是做母亲这件事情，当妈妈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你一旦按了那个开关，就无法再停下的，你就会一辈子为了这件事情终身奋斗。但是同时，我通过做了他们的妈妈这个角色，我获得了非常非常多。大概樱桃在4、5岁的时候才知道我是一个唱歌的，他小的时候不知道。但是后来他第一次看到我舞台的时候，我记得樱桃的眼睛是亮的。所以我所有的动力来源都是因为当妈妈，然后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可以知道妈妈是多边形妈妈。等到我有一天他们长大了，我老了，我才可以跟他们说，我不仅做了你们的妈妈，我也非常精彩的过了自己的人生。很少能听到亮哥这样的声线，非常的沙哑，挺惊喜的。因为我的声音本身可能不是那么清亮，所以亮哥可能想要整个音乐性听起来我们俩的声线更融合，所以他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唱法。
我觉得这样的颠沛让整个的情绪的密度升级，男生女生一起共同奔赴的这种感觉，让大家听着也会很刺激的这种感染力。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进入尾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7月19日，温州奥体中心天赐巅峰歌会温州站燃情开唱，原班音乐合伙人集结舞台。浙江卫视超级碗团队精心制作，从画面到声音，打造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7月19日，我会在温州奥体中心的现场，和你们一起开启属于天赐的音乐狂欢。当思念飞过夜空，缠绕指尖停留，美得像一场梦。当你背影转身后，吞噬在人海中，擦不干的寂寞。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 never let you go. Ooh, oh. 那么伤，那么远，那么痛，那么爱，那么恨，那么浓。Ooh, oh. 谁的爱太疯？任性的挥霍，每场争执和好之后，我们拥抱狂吻陷落。谁的爱不疯，不配谈爱过，不求明天永恒以后，眼神燃烧，此刻有我就足够。是落英缤纷时候，一缕惆怅掠过，我记得那感受。那么伤，那么远，那么痛，那么爱，那么恨，那么浓。谁的爱太疯，任性的挥霍，每场争执和好之后，我们拥抱狂吻陷落。谁的爱不疯，不配谈爱过，不求明天永恒以后，眼神燃烧，此刻有我就足够。太执着，加洒脱，这种爱太沉重。He's a fire, he's a fire, he's a fire inside. 谁的爱不疯，不配谈爱过，不求明天永恒以后，眼神燃烧，此刻有我。He's a fire, he's a fire, he's a fire inside， 就足够，就足够。好难
唱啊，被他们俩改完之后。编得好啊！终于可以跟一个女生一起合唱了，在天赐的舞台上啊！之前都是男搭档啊，啥意思啊？啊？你看这个对吧？女歌手这个不一样的啊。因为之前啊，跟男歌手一般我们都唱的是比较亲情啊、励志啊这种温暖啊。月亮。今天呢，就是真的是为爱疯狂过的这种，跟嘉哥一起非常非常的开心。哎呀，我感觉跟亮哥一起唱歌特别有安全感。我自己知道我嗓子是沙哑的，不是那种干净的。然后你们有听到亮哥这次他有改变他的声线吗？有没有？对，他平时唱歌本身不是这样的声线，他为了我，为了声音的和谐，让他的声音可以稳稳地拖住我，我有种感觉到安全感。这次的话，真的对我来说是在天赐的声音迄今为止最难的一首歌。首先难题就是我们好像年纪都不小了，然后要那种为爱赴汤蹈火的时候，要重新找回这种感觉，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当然里面有一句歌词其实也是挺炽热的，叫“谁的爱不疯，不配谈爱过”啊。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你们的生活当中有那种为爱赴汤蹈火的这种时刻吗？如果说现在的话，我这个为爱的赴汤蹈火，可能就由男女之间感情的爱，其实就变成了亲情的爱吧。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你作为一个父亲的这种责任吧。因为我孩子他自己也非常不容易，他作为一个花滑运动员，也在努力的去拼搏。8岁的女孩，体育运动员休息的时间很少。然后呢，我想她都能够为了她的一个梦想去赴汤蹈火的话，我更该为了这个家应该努力的去付出。所以我就觉得为了家庭赴汤蹈火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你闺女也内心应该非常庆幸我有这样的老爸，因为我看到的这个热搜是她的女儿就是拿到2个花滑锦标赛的冠军，然后用的音乐是她老爸的这个《国王与乞丐》，对不对？对，一个音乐舞台的一个版本，对对对。努力看看以后能不能够更有机会让她多跳点我的歌吧，期待哈，会有那么一天的。其实我觉得赴汤蹈火这件事情，我一直担心啊，让自己的孩子有压力。当时生我闺女，我是顺转剖没生出来，然后剖腹产的时候呢，医生说她可能没有心跳了，她心率非常非常的弱，因为我等了19个小时都没有顺产出来。我那一瞬间在脑海里面出来就是哇，保小啊！我第一次那一瞬间的感受就是不顾自己的那个，因为我是独生女啊，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应该是以我自己为中心，但那一瞬间那个想法是有吓到我自己一跳。但是今天我其实想跟大家说，我最近其实收到非常多的私信，他们所有的人跟我讲的都是嘉哥啊，要好好爱自己哦，要对自己好一点呢，要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呢。所以呢，我今天想说的赴汤蹈火，从今天开始嘞，我准备为自己赴汤蹈火。当年我们在酒吧唱歌的时候，亮哥那个时候和薇姐就是他老婆正好在一个热恋期。那个时候呢，亮哥我觉得这是一个像特异功能，就是他要弹键盘唱歌，他同时耳朵上戴着他的蓝牙耳机。哦，干嘛呢是？他在台上凑着麦的时候唱歌，他其实是也想唱给蓝牙耳机对面的人听。但是我没有讲完，这个不是特异功能哦。这个手上的伴奏，左手把和弦摁完，右手还在跟分解的时候，这只手去到右边凳子上打字哦。我爱你。哇，原来你是这样的亮哥。这种行为的话，在大家工作的时候，不建议这样啊。也没有几个人能像你这样分身嘛。因为我觉得亮哥就是一个为爱不顾一切发疯的人。然后我想说，嘉哥，其实我前段时间我也有深入的交流一下，她也是一个为爱疯狂的女人。她一旦确定要爱谁之后，她就会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做到了人歌合一，我能够完完全全的被他们说服，相信他们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完完整整的他们本人为爱赴汤蹈火，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舞台。谢谢亮莹，谢谢亮莹。我觉得刚刚因为我是全程是皱着眉看完的。谁的爱不疯，不
不配坦白过，不求明天。因为我整个被这首歌的氛围带进去了，而且一上来嘉哥姐和亮哥的声音是完全的反差，所以我自己的画面里感受到的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人，然后在不同的境遇里面，有一种生命力即将被点燃，然后想要去征服一切的状态，所以我被这首歌点燃了。对，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雨欣。谢谢雨欣。我觉得二位老师的演唱就像黑巧克力加了牛奶一样，唱到一起就特别的丝滑。尤其是我觉得亮哥的嗓音真的特别好听，特别的清澈，再加上姐姐的嗓音跟他完全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尤其是和声的时候，我觉得亮哥和声特别好听，因为他好像跟我们唱的和声都不一样，他只是唱了3个字，就这样下去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有特点吧，特别喜欢这个舞台，谢谢，谢谢白小白。看到《心之火》这样的歌，这样为爱赴汤蹈火的歌，我们现在好像听不到了。在今天的流行音乐里面，没有这样的作品了。我们在今天音乐被碎片化了，感情也被碎片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还是很感叹的，就是一个属于我们熟悉的华语情歌的歌颂爱情的特别特别浓烈的作品。这个时代可能就随着音乐的改变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在这个舞台上看到2个成熟的艺人去用这么一种方式再赴汤蹈火一遍，我觉得很好。谢谢梁老师，谢谢老师。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2位，送给嘉哥，送给王铮亮。谢谢，谢谢老师们。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 A 组的竞演已经完成了，共有5组音乐合伙人争夺1首本轮的待定金曲，结果如何呢？交给我们剑音团的5位老师，请现场合议给予结果。要我的话，我要选择给，我会给自己，没毛病。音乐购燃，滋补药仙，开盖释放鲜活力，东阳光鲜虫草能量时刻。有请剑音团为我们揭晓待定金曲。We pick Roy Wang and Accused 5. 恭喜王源告五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B 组竞演的第1个音乐合伙人姚小棠、白小白，加油！大家好，我是白小白，很高兴又见到大家。明白彻彻底底失去你，没有你的世界我无力承受。月亮计划上，小白哥他以前学戏曲的，所以他的音准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情感表达也特别的丰沛，很有能量，很有爆发力，一直想可以合作上。然后今年终于有机会合作上了，合唱一首《从前说》。从前对妈妈说话，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这首歌很揪心，然后像一个剧情一样，就是有发展过程的一首歌。这首歌我最喜欢的是桥段，然后每次唱的没后悔爱过你，就算没在一起。没说出我愿意，没说出我愿意，就是觉得很无奈，但是我又想告诉你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嫁人了，其实我有那种感觉，好像还没放下你的感觉。近一点，我们桥段的时候再走近一点，就是我好像我爱过你，就像对每咱俩居然离这么近，走一点，这么近。
对，可以啊，就是埋怨一下，然后是我不后悔。OK， 你告诉我从哪儿看你，我不好意思看你。啊，没事，你别你不好意思。我觉得小唐很厉害，他一直在教着我怎么在舞台走位，怎么更深情的演唱。最后副歌的时候，咱俩面对面的去唱，然后呢，一定眼神看着对方。当时看着他唱的时候，感觉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希望这首歌能打动观众，也希望所有人能够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珍惜你现在拥有的爱情。还记得妈妈说，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我要听着亲戚们的闲话，等你为我送来一束鲜花。到后来，我们俩连一句不咸不淡的问候，终于也没有了。我为你把所有人都推开，只为了那不确定的未来。先生的一句喜欢，3言2语我就投降。后来我身边有他，身后有家，但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爱过吗？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后来你去了理想，我嫁给了户对门当，爱与不爱又何妨？从前说我去山海，用999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只要你在。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哭着说欠我的未来，下辈子再爱。先生的一句喜欢，3言2语我就投降。后来我身边有他，身后有家，但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爱过吗？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后来我去了理想，你嫁给了户对门当，爱与不爱又何妨？从前说无惧山海，用999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只要你在。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哭着说欠我的未来，下辈子再爱。说出我愿你，没关系，没给我个家，我不怪你。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后来你去了理想，我嫁给了户对门当，爱与不爱又何妨？从前说无惧山海，用999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只要你在。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哭着说欠我的未来，下辈子再爱。
欢迎白小白。哎，这一次第一次回来吧，是吧？每一季都有我的存在吧，一定会有。这一季有特别的存在，因为这一次是跟咱们那个小唐一起合作，也是第一次正式的舞台上的合作。第一次，我觉得小唐现在比我见到他的时候成长了很多。我觉得他的舞台经验和一些唱功比原来精进不少，老多。有目共睹。对，就是他让我看着他，然后我不好意思看着他，他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你看着我。我说你看看我，你别不好意思啊。对，我说你别害羞。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特别的，就是很现实啊，就希望他可以看着我的眼睛说，像远哥一样。看着我的眼睛说。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小白老师唱歌，然后我觉得今天听到小白老师的声音是很实的，然后很有冲击力，很有故事感，包括有很多细节。今天听起来，我觉得。哇，一切都刚刚好，两个人的表演，然后音色的融合程度，哇，确实我超级喜欢。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太好听了，他们也是音色有相当明确的一个对比。小唐的声音感染的是现场每一个人的耳朵，然后白小白的声音，因为上次听的时候就觉得他的音色非常的特别，然后放在这首歌里面，你们俩在这个声音的反差感立刻就加倍了。这特别好听，谢谢水珍姐。我觉得这个歌改的呀，让我觉得有点难受啊，我就是直说。我听过这歌原版，声音感觉很清新、很稚嫩，就好像去回忆一段他以前的感情一样。但是其实，在你们两个对唱的版本里面啊，我为什么说我听着有点难受呢？小唐，你把你唱的自己特别的卑微。这样的歌，因为它是一个很私人的作品，一个人唱和两个人唱完全不一样。有些歌我们应该深情的去把这个情感动态拉大，但是这个歌可能相反。当你去激化这个里边的矛盾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在歌曲改编、在演唱里面你们选择方向的一个问题。好的，谢谢老师。再次感谢，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姚小棠，送给白小白，感谢二位，请落座。让我们掌声有请黄子弘凡、刘凤瑶，加油！好，我们马上呢就要到巅峰歌会了，所以得吃一点健康又营养的，保持好状态。那就来试试舞台营养师老板妍希 G2 微蒸烤一体机给我们定制的营养餐吧。它的微 Pro 营养算法能精准控温锁鲜，保留食物更多营养，一边微波一边蒸。来，这满满一桌菜，只需要半个小时就搞定了。老板妍希 G2 微蒸烤一体机不仅好看，而且呢非常的好用，冲刺我们今晚的金句。好，一定。Hello， 所有天赐的声音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刘凤瑶，我又回来了。这次新的体验，我觉得主要来自于这首歌曲，它的律动非常强，带一点点旋律说唱的东西。可能我在之前的音乐风格里面很少尝试这种零距离的思念。我觉得这个名儿读起来都有点难。对，可想而知，它里面的内容可能是有一些嘴皮子上的挑战。太挑战了，这个非常的。至少因为我看了你前几期，就包括跟小唐唱那个，我觉得这也是天赋，因为我之前的印象中了解到的你，其实你是没有太多唱过这样。对，我没有太唱过。我这一次我发现黄子还可以这样吗？你有什么方式？就是那个快嘴那个地方。首先有2个小的技巧。首先第一，因为我平时说话的时候是那种嘴巴空间跟运动给的比较满的那种。因为我知道从情感非常浓厚的一首歌曲跳脱到一个非常 R&B 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有点难的，对于一个歌手来讲。所以我就只能不停的去摸它，我甚至把这个歌曲放慢，然后去练习它。那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别致的旋律，然后跟舞台，让我跟凤瑶哥然后一起唱给大家，我觉得会是一次不一样的感受。
跟你说不清，他越倒越不明白，让麻木的变习惯，也去浪漫，除非让世界终结后，不停下零距离的想念。我们的过程遥远，但并不艰难，让情歌在零点转，这世界因为你变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桌上的相片属于我 ，Got memory in my head， so hard to name， 那些无法形容孤独的修炼。怎么会待在彼此身边，时刻在思念？原来我们的爱从不因距离而改变，没改变我们一样还是会害怕失去，没改变偶尔争吵直到世界都睡去，改变的是思念，每天还持续在加剧，让时间慢下来，让思念定格住回忆。从前让暧昧的话变成了文字，你才看清，相遇是解药，却没治好那份过往，把过去都完全遗忘。后来把暧昧的话送到你耳边，你才安心，相遇是解药，但没治愈思念，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也许是我们间的热烈被完结，但说不清的越倒越不明白，让麻木的别习惯，也许浪漫，除非让时间纠结偶然，不停下零距离的想念。我们的过程遥远，但并不艰难，让情歌在零点转，世界因为你变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他的爱是一种选择，我看到不见得都抓到你。他的心的锐利高度看到你，那个被搜也是下的谜。Anyway, you made me guess， 搞不懂这是什么 common yeah。你是 freaking amazing， 最完美的甜品有思念挂中间。我们走得远了，好像一步，当然距离都有半个牵着。Where we wanna kiss now， 眼泪没有别人。We are with kiss now， 我想那是眼神，那是思念越深爱越重。我们互相重生，或者确认。他说想的我就对我说，这两人拒绝偏偏不。说不清的早已不明白，让麻木的变习惯，也许浪漫，除非让时间纠结偶然，不停下零距离的想念。我们的过去遥远，但并不艰难，让情歌在零点转，这世界因为你变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揉一下弦。哦。这首歌我敢打包票是今天全场语速最快的歌，但反而也是一个虽然歌词看着是有一点点痛痛的，但是呢，其实还是相对于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歌嘛。然后其实一开始凤瑶哥做了一个比较 City Pop， 包括里面的和弦，他用的就是小级的这样的一些和弦比较多，所以说其实是完全是另外一种味道。是的。至于后面发生什么，你接着讲。我觉得还是最后选择尊重于原曲的这个味道。对，因为我想说，大家喜欢这首歌曲，这首歌现在又成绩这么好，对，我觉得一定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就商讨了一下，最后还是在上面做了一些小浮动的修改。没错啊，然后这首歌真的是至少对于我来讲吧，确实没有尝试过，所以的确是一种挑战。其实我也是，对，对，就是特别是中间那段旋律说唱的时候，我真的是放慢5倍一直在练，然后今天还算没有错。可以给我们再还原一下吗？那一句？我们走了远，像一步到了距离都有半个见证。哇哦，好不好听？哎，可以拿下了。来，白小白，你拿一个。什么？刚才我跟着看词儿，我都跟丢了。我们走了远远，
好了，完了，请长。哎，也说得通，放在音乐里是合理的。雨欣。我们走了远了，好像一步到了距离都要办个签证。哎呦，还唱出了自己的 R&B 的感觉，味道变了。整个歌我觉得律动上面其实蛮复杂的，但是又这么快的速度，其实它需要情绪不断的调整。你一唱到副歌的部分的时候，要让每一个字的味道撑到足够满，然后唱到 rap 的部分的时候，又要非常精准的去切那个律动，再加上两个人和声的配合，到后面的那个层次是真的很难的。但是我觉得从头到尾我都完全在这个状况以内，而且觉得非常真的被他们带动得很开心。然后这整个的编曲没有特别说我这边升个 key， 这边做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操作，它是一直让人在一个快乐的律动这个氛围营造上面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现，所以从头到尾我们俩都是那种很享受的感觉，很开心。谢谢。谢谢。凤瑶哥，今天你的声音特别的有少年感。哦，是吗？对，然后你自己的声音就自带了很多的那种，就是后期已经做好的混响的效果，已经揉到那个伴奏里头了，尤其是在后面和声的时候，很好听，喜欢。我觉得是我非常向往和羡慕的一个表演的状态，两位在台上都非常的松弛，然后黄子今天是第一次听他唱这种快嘴。就发现哇，黄子是啥都能唱呀，真厉害。然后凤瑶老师除了唱之外，在整个曲子的编排上都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所以今天的整个表演就是让我非常惊喜又细节满满。谢谢。谢谢。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歌词，大概有个300-400字是有了。这种歌如果编的起伏，这种结构如果不到位的话，给人的感觉听起来一定是累的，因为两个人基本上一直都在唱，但是这个舞台听下来其实是很 chill 的，完全没有一点累的。我觉得这还是因为制作人有着很多的音乐积累，才做出这样成熟的作品，所以我很佩服凤瑶哥啊，这歌弄得真的很好。然后黄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在音乐中用肢体表达出来了，感觉你就在那个歌的律动里，然后一切都很 chill。很喜欢，谢谢，谢谢他。Gentlemen, vibes, vibes, R&B vibes. This song took me back to the late 90s, early 2000s that I don't imagine either of you remember too vividly. But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this was the kind of music that I loved. And I think that part of why this was so successful, and part of why you were able to is because you were very thoughtful about how you enunciated the words. This is a very loose, casual, relaxed enunciation that allows for speed and that allows you to sound freaking cool. Kind of like Jay Chou delivery, where it's very like just loose and cool. So I thank you for transporting me back to my younger years. I think this was really successful, really fun. Bravo. Thank you. 二位唱得很好，一个高难度的演唱，但是唱了一首特别烂的歌。我在天赐这一季里面看了很多歌，可能我这个年纪啊，以我的阅读习惯，9万字就已经看不懂了。但这个就完全看不懂。就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在我看来是写歌词里面我无法忍受的错误。什么叫我们走得远了，好像一步到了，距离都要办个签证。办个签证是左半个还是右半个？办个签证的距离是什么距离？包括在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人称混乱，比如说这个里面谈你我，然后这是我们之间的情歌，突然有一段出了一个他的爱是一种选择，就是为什么又出了一个他？就这些一切的东西你放在一起，我会觉得你们烫嘴就是烫得很辛苦，这些努力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中文歌我们唱歌词，我们不能唱这样的歌词啊。然后我单独多说两句
凤瑶，你知道你每次来天赐一定要拿出一些所谓的绝活，跟周深是憋气啊，到今天是快嘴，但这些东西在我看都是音乐里面的没有那么重要的小技巧。你的技能包里面技能太多了，但是为什么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那么多年过去，大家记住你的还是感官先生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是你要考量的东西，其他的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谢谢老师。那个就是梁老师，我可能想说一下，就是我认为凤瑶哥他能够有之前的那个尝试，是一个他作为歌手在舞台上想去努力、去非常积极的去感受到的东西。尽管可能不是非常的擅长，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尝试，可能就没有这样学习跟吸收的机会。那我也其实觉得非常的幸运，能够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第6季。然后我觉得其实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真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一个机会，只有来到这里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的去吸收那些肯定自己无论再怎么努力，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接收不到的这些能够学习到的精髓。所以我也觉得凤瑶哥，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开心可以跟他来演唱，我也很期待之后有其他的作品，遇见更好的作品，跟他一起，跟大家一起。对，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说梁咏老师他看不懂的、不太理解的歌都特别火，并不是说我们不理解，可能是我们不理解年轻人现在想些什么，所以我们也在学习。对，我确实是这样们大家也在学习。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被大家喜欢或获得了一种简单的快乐，这本身也是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所以我们再次把热心掌声送给二位，先请二位回到座位。接下来马上要有一个结果了，交给我们建议团老师现场合议。天赐的声音第6季棚内最后一期的最后一次1对1的竞演对决，在小唐、白小白、黄子和凤瑶之间会产生一首本轮的待定金曲。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接下来有请声音鉴赏团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的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是《零距离的思念》，黄子弘凡、刘凤瑶。恭喜黄子弘凡，恭喜凤瑶。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盲盒歌手登场。细闻说相逢难逃别离，缘断情难续，因情多是假意，人心道不明。初听只当喜，再听已懂曲中意。身若长山，轻摇纸扇，悲欢离合说一段。听锣鼓声断，台下坎坷几经轮换。唯留余音婉转诉不尽，诗句难散。是情难断，是命难算，还是此心难安。引人叹，细闻说红颜总是薄命，书生几番多情，一往身不由己，心似天九曲，木落有木起，唯有那坎过尽心。细闻说相逢难逃别离，缘断情难续，因情多是假意，人心道不明。初听只当喜，再听已懂曲中意。
大家好，我叫江曼，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系，现在是一名唱作新人。然后我是一个能量特别高的艺人，但是今天因为是我的出道初舞台，还是非常紧张的。哦，就是他是个艺人，告诉大家了啊。跟我们来说说这首歌想表达什么意思？选择的这首歌，它其实是有一些戏腔元素的。然后呢，它表达的是世事无常，人生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戏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加上我平时也特别喜欢唱戏腔，所以就选择了这首歌。你刚才说了一个词叫什么？戏腔唱法啊，戏腔唱法。对，这是一个术语吗？它其实不能归类于昆曲，就是它没有具体的，它就是一个腔体的。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实际上，在我来看，它只是个符号。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中文的环境下，不要有特别多的符号的东西，因为符号会让我们的生活简单化。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中，让人感动的东西不是符号，而是更深刻的精神。我觉得你喜欢做这样的作品，其实以后你去挑作品或者选作品的时候，可以选一些更情调小一点的，符合你自己的演唱风格的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更好。老师，我有自己写一首，就是也是融入了昆曲的。哎，唱出来给大家听听，非常好。千帆过尽，长髯丽人悠悠尘寰。一盏灯火盼你回望，我只怪江南烟雨丝丝缕缕浸染了我思绪，却不怪你的出现滴滴点点烙我心间。若是你一朝能潜入我梦里，便可知我常想以后我的秘密，我未曾告诉你。谢谢。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创作要比你刚才的那首歌更好，因为它符合你自己的成长环境。当我们想深挖一个过去的东西的时候，更重要的东西是把它挖得深，不要把它只停留在皮毛的表面上。希望在未来看到更多这样你的作品。谢谢老师，谢谢。好，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江曼，我们也记住了你的名字，期待你有一天可以跟我们的音乐合伙人有合作的机会。此刻我们场上已经有2首待定金曲了，邀请我们所有的音乐合伙人上台，共同见证本期推荐金曲的诞生。此刻我们即将见证《天赐的声音》第6季推荐金曲的诞生，交给建音团的5位老师现场合影，给予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的推荐金曲为《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王源、告五人。每一分每一秒每个表情，故事都充满惊喜。某一天某一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甄选时刻。在我们收获能量值的这段旅程当中呢，每一首歌都是心灵的地狱，每一次演绎都是梦想的绽放。感谢每一位参与者的倾情付出，是你们用真心编织了这一季最绚烂的风景。请继续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和东阳光鲜虫草官方账号，一起见证收官演唱会的惊喜舞台，好不好？每一份天赐先生都是一份滋养，一起期待梦想绽放的一刻。音乐不停，热爱不息。我们下一期呢，依然延续我们上一季的传统，会来到我们的万人体育馆，会走向湖北宜都，一起来见证本季天赐金曲的诞生。让我们现场见。都是他的宝贝。
湖北的朋友、宜都的朋友，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东阳光仙虫草天赐的声音第6季巅峰演唱会，宜都，我们回来啦！